曹操正在攻打陶谦和刘备的时候，突然后院起火，陈宫和张邈竟然背叛了他，迎接吕布为兖州牧。那么，陈宫和张邈为何要背叛曹操？吕布又是如何来到兖州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吕布四处奔波，及荀彧和程昱固守三县。192年6月，李傕和郭汜攻入长安城后，吕布仅率领数百骑兵逃走，他们一路冲出武关，来到了南阳郡，投靠了袁术。由于董卓是袁氏灭族的仇人，而吕布刺杀了董卓，算是给袁氏报了仇，因此袁术对他还是格外的厚待。然而，吕布仗着对袁氏有恩，放纵士兵胡作非为，在南阳郡大肆劫掠，引起了袁术的极大不满。吕布见袁术对他态度有变，深感不安，便带领属下离开了南阳郡，去往河内郡投靠张扬去了。张扬和吕布都是滨州人，之前还都是滨州刺史丁原的部下，因此算是老相识。可此时李傕到处悬赏吕布，张扬的部下都想杀掉吕布领赏。吕布得知后对张扬说：“我们都是滨州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要是杀了我，功劳其实不会太大，不如你把我活着献给李傕，那么李傕一定会给你加官进爵的。”吕布自从刺杀了董卓后，名扬四海，他如此放低姿态地对待张扬，让张扬非常的感动，因此他表面上答应着李傕，可实际上却在暗中保护着吕布。可吕布还是有些担心，决定离开河内郡，继续北上，前往冀州去投靠袁绍。此时袁绍正在和黑山军的张飞燕交战，张飞燕的骑兵很难对付，袁绍便派吕布前去挑战。吕布带着他的数百名骑兵出战，面对黑山军的数千精骑，他们毫不惧怕，并且率军反复冲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最后在袁绍大军的配合下，成功的击退了黑山军，袁绍非常的开心。然而没多久，吕布兵匪的本性又暴露了，他再次放纵士兵四处劫掠，极大的影响了袁绍的声誉，而且吕布还提出了扩军的想法。袁绍这才发现吕布就是一匹喂不熟的狼，于是便对他起了杀心。吕布也敏锐地嗅到了袁绍的敌意，便请求袁绍让他前往洛阳。袁绍假装答应吕布，还任命他为司隶校尉。临行前，袁绍安排了30名甲士，以送行的名义准备刺杀吕布。吕布没有推辞，安排他们住在自己的营帐里歇息，他自己则在军帐中饮酒，并让人鼓筝助兴，一晚上筝声不断。半夜时分，30名甲士冲入军帐，准备刺杀吕布，结果吕布早已逃走了。他离开冀州后，准备再次投奔张扬。路过陈留郡的时候，他顺路去拜访了陈留太守张邈。张邈是曹操的至交，曹操第一次征伐陶谦的时候对家人说：“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们就去投靠张邈。”可见曹操是何等的信任他。张邈字孟卓，东平寿张人，即今天山东东平县人。袁绍被推举为盟主，讨伐董卓的时候，作为陈留太守的张邈便是众诸侯之一。他非常看不惯袁绍的傲慢，便经常直言责备，这让袁绍很不爽，就让曹操去杀了张邈。可曹操没有听从，还责备袁绍说：“张邈是我们共同的朋友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应该同仇敌忾，怎么可以自相残杀呢？”张邈得知此事后，非常的感激曹操，两人的关系也就更加的亲密了。由此，他和吕布便都成了袁绍的敌人，两人见面后不免惺惺相惜了起来。临行前，两人还牵手盟誓，结为了知己。随后，吕布便前往河内郡投靠了张扬。可是吕布走后，张邈不免有些担心，他和吕布结盟定会招来袁绍的不满，尽管他和曹操是盟友，可是此时曹操正在攻打陶谦，兖州空虚，袁绍要是借机来攻打他，那么他必定会失败。正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，陈宫竟然找到他，说服他背叛曹操。陈宫字公台，东郡武阳人，即今天山东参县人。他足智多谋，与海内的名士交往甚密。当年兖州刺史刘岱征讨黄巾军战死后，兖州群龙无首。陈宫立即说服刘岱的旧部归附曹操，并和济北相鲍信等人共同推举曹操为兖州刺史。从此，他便成为了曹操的重要谋士之一。
那么他为何要背叛曹操呢？一方面，曹操打败黄巾军后，将几十万的黄巾军改造为自己的青州兵，然后他便将这些士兵及其家人都安置在了兖州，分给他们大量的土地。此举严重地损害了兖州贵族们的利益。其次，曹操重用荀彧和程昱等人，而对于兖州的名士则不但不重用，还打压他们，比如边让。边让字文礼，是陈留郡郡宜县人，即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人。他是与孔融齐名的汉末名士，深受兖州士大夫们的敬仰。他曾出任过九江太守，之后弃官回乡隐居。他非常看不起阉宦之后的曹操，并经常挖苦和讽刺他，这让曹操非常的恼怒，就命令郡中的官员把边让给杀害了。此举再次引起了兖州士大夫们的不满。紧接着，曹操在徐州的屠城行为又给他们的心里增加了一层阴影。于是陈宫便代表兖州的士大夫们，决定联合张邈、张邈的弟弟广陵太守张超以及许嗣、王凯等人背叛曹操。他对张邈说：“如今群雄并起，你拥有10万兵马，足以做个人中豪杰，何必要受曹操的控制呢？现在兖州空虚，吕布善战无敌，如果能将他迎来占据兖州，那么我们便有了纵横四海的大好良机。”张邈也觉得曹操与袁绍的关系要好，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听从袁绍，杀了自己。而吕布与袁绍是死敌，如果能迎来吕布，不仅可以解除袁曹之盟的危机，还能挥兵纵横，与袁绍对抗。就这样，他们一拍即合，决定迎接吕布为兖州牧。有了陈宫和张邈的牵头，兖州各郡县纷纷响应，吕布则顺势从河内郡来到了东郡的治所濮阳。此时，荀彧和程昱驻守在鄄城。荀彧字文若，颍川郡颍阴县人，即今天河南许昌人。年少时，何虞就称赞他有王佐之才，长大后被举孝廉，任命为守宫令。董卓执政后弃官归乡，率领宗族避难于冀州，被袁绍代为上宾。但他觉得袁绍难成大事，转而投奔了曹操，被曹操任命为司马。程昱字仲德，兖州东阿人，即今天山东省东阿县人。刘岱为兖州刺史的时候，拜他为骑都尉，但程昱以身体有病，推辞不就。曹操到达兖州后，请程昱出山，程昱立即就答应了。张邈为了稳住他俩，派人告诉荀彧说，吕布是来帮助曹操攻打陶谦的，请你们赶快为他供应粮草。可荀彧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计谋，立即命令军队加强防守，并让东郡太守夏侯惇率军赶回鄄城。此时鄄城里也有叛军响应陈宫，准备在城中集结叛乱。夏侯惇到达后，立即将叛军诛杀，鄄城才得以安宁。第二天，豫州刺史郭贡率领着数万人兵临城下，要求和荀彧会面。此时的官员比较混乱，朝廷一套，州郡一套。之前陶谦已经上表朝廷，举荐刘备为豫州刺史了，可此时却又出现了个豫州刺史。荀彧得知后准备出城，夏侯惇连忙阻拦说，对方意图不明，万一要是出现不测，可如何是好？可荀彧却说，郭贡和张邈他们素无来往，此次前来不过是来打探虚实的。如果我此时前去游说，他可能会保持中立；如果我不去，反而显得我们心虚，他就会因为恼怒而与我们为敌。于是荀彧便镇定自若地来到了郭贡的军营。郭贡见荀彧面色如初，毫无惧意，认为鄄城定是做好了防守，无意攻破，随后便引兵退走了。郭贡虽然走了，可兖州的情况并不乐观。各郡县已经尽归吕布，除了鄄城外，只剩下范县和东阿还没有收到响应吕布的消息。可就在这时，从抓到的俘虏口中得知，陈宫准备亲率大军去攻打东阿，派范蠡去攻打范县。如果这两座城池不保，那么鄄城就彻底沦为了孤城，距离城破也就不远了。于是荀彧连忙找来程昱，让他前去防守。程昱本就是东阿人，他离开鄄城后，马不停蹄地来到了范县。此时范县的县令靳允已经有了动摇之意，原因是吕布已经将他的家人全都给抓走，扣为人质了。程昱告诉靳允，吕布粗鲁少亲，刚而无礼，就是个匹夫，
陈宫等人也不过是利用他的勇猛，并不会尽心地辅佐他，所以他们必然无所成就。而曹公智略过人，是代天所授。你要是从了吕布，可以暂时保住老母以及妻儿，但吕布迟早会被曹公打败，到时候难免会玉石俱焚啊。如果你能守住范县，我去守住东阿，那么我们定会建立战国时期的田单之功。纪允听完后含泪表示，他将誓死保卫范县，定不敢与曹公有二心。稳住范县后，程昱又立即派人封锁了仓亭津。黄河在这一带是东北走向，濮阳、鄄城、范城、东阿都在黄河以南。只要鄄城没有拿下，陈宫就不敢从南岸绕过鄄城去攻打东阿。他们只能从濮阳北渡，从黄河北岸前行，再从仓亭津渡河，才能去攻打东阿。于是程昱堵住这个渡口，就可以延缓陈宫的进军速度。借着这个时间差，他抢先到达了东阿。东阿县令早知敌党意识很强，他早已做好了守城的准备，这让程昱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在荀彧和程昱的坚守下，终于将鄄城、范县和东阿连接起来，并防守了下来，等待着曹操回军救援。那么曹操回来后能够打败吕布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上期讲到，曹操正在征伐陶谦的时候，陈宫和张邈将吕布迎为了兖州牧。随后兖州各郡县纷纷投靠吕布，只有鄄城、范县和东阿由荀彧、程昱以及夏侯惇等人坚守着，形势非常的危急。那么曹操将如何救援兖州？他能打败吕布吗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，及曹操差点命丧濮阳。曹操得知兖州出事后，立即停止进攻陶谦，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日夜兼程地救援兖州。当他回到鄄城的时候，发现情况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。荀彧和程昱等人固守着三县，与吕布打得有声有色。程昱听闻曹操归来后，也立即从东阿回到了鄄城。曹操握着程昱的手说：“如果不是有你程仲德，我曹孟德就真的是无家可归了。”随后他立即上表举荐程昱为东平国国相。与此同时，得知曹操归来后，吕布便率领大军前来攻打鄄城。可是随着曹操的归来，鄄城的将士们斗志昂扬，信心十足。吕布攻打了几天后，发现鄄城很难攻破，只能无奈退兵，返回了濮阳。望着吕布退兵的方向，曹操站在城楼上冷笑道：“人中吕布的吕奉先也不过如此吗？”他对荀彧和程昱说道：“吕布如此快速地占据兖州，可他竟然不去占领东平国，截断抗父县与泰山郡之间的通道。如果他这么部署，依托险要阻击我率军回援，鄄城就很难守得住。然而他却只守着濮阳不前，果真是个匹夫而已啊！”荀彧惊奇地问道：“难道吕布真的没有看出来其中的奥秘吗？”曹操笑着说：“就算吕布看不出来，难道陈宫也看不出来吗？可惜吕布只拿下濮阳就心满意足了，可见他是胸无大志，并没有雄心占据整个兖州。他表面上来势汹汹，可是看其人夺其心，他不过就是个得过且过的人罢了。”可此时曹操2次征伐陶谦，导致大军粮草匮乏，所以他也没有立即去攻打吕布，而是调整军队，征调军粮。194年8月，准备了几个月的曹操立即下令出兵，准备攻打濮阳。在濮阳城以西40-50里处，有一个吕布的军营。夜半时分，曹操率军抵达这里后，立即发起攻击，一举便击破了这处军营，大获全胜。然而喊杀声惊动了濮阳的吕布，他立即率军赶来支援，与曹操的大军展开了正面交锋。这场战役打得异常激烈，双方从清晨一直战到了黄昏，你来我往数十回合，竟然打的是难舍难分，谁也战胜不了谁。为了打破僵局，曹操重金招募死士，让典韦率领他们出战。典韦，陈留郡济吴人，即今天河南商丘宁陵县济吴城村人。他相貌魁梧，臂力过人。他先是投靠张邈，被任命为军士，后来归顺了曹操，隶属于夏侯惇，因杀敌有功，被拜为司马。他率领着数十名死士，每人身穿2副铠甲，将盾牌扔掉，
只拿着长矛和镣戟出战。此时，吕布的大军从西边包围过来，他们弓弩齐发，箭如雨下，可典韦却全然无视，对随从说道：“敌来10步，告诉我。”不多时，随从喊道：“敌来10步。”典韦又说：“敌来5步，告诉我。”片刻之后，随从喊道：“敌来5步。”典韦大呼而起，手持10余支小戟，便朝吕布的军中杀去。所过之处，皆有大片的士兵倒下。吕布的士兵们哪里见过如此勇猛之人，纷纷后退。典韦则率领死士不停地砍杀。此时天色渐晚，随着吕布大军的后撤，曹操终于找到机会突围而去。战役结束后，曹操立即将典韦拜为校尉，带在了自己的身边。此战过后，曹操发现吕布虽然胸无大志，但在战场上想要战败他，却并非易事。于是他准备联合濮阳城里的豪强，里应外合偷袭濮阳。他派人偷偷潜入濮阳，与城里的贵族联络，最终田氏愿意配合他。于是曹操率领大军来到濮阳城下，田氏派人打开城门，曹军便顺利地杀入了城中。进入东门后，曹操命令士兵在城门放火，封住退路，目的是激励将士们与吕布决一死战。吕布听闻后，立即命令骑兵出击，曹操的大军很快就被冲垮了，导致阵势大乱，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反抗。曹操万万没想到吕布竟然如此的勇猛，如果继续战斗下去，必败无疑，可是撤军也撤不了了。东门熊熊燃烧着的大火是他自己让人放的，可现在却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就在这时，曹操本人竟然被吕布的一名官兵给抓住了。可是官兵不认识曹操，还怒问他：“曹操去哪了？”曹操心里一愣，随手一指说：“骑黄马逃跑的那个就是曹操。”官兵听完后，竟然扔下曹操，去追击骑黄马的人去了。这下曹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立即抓住缰绳，骑马便冲入了大火之中。所幸他只是被烧伤了左掌，总算是捡了一条命，逃了回来。此后双方又多次交战，相持了100多天，可还是谁也战胜不了谁。就在这时，天下大旱，蝗虫四起，兖州的百姓们颗粒无收，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，双方的军粮也都耗尽了，不得已只能各自退兵。曹操率军退到了东阿，吕布则放弃濮阳，将大军驻扎在昌邑，让薛兰和李丰驻守巨野，双方进入了僵持阶段。那么曹操还能打败吕布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就在曹操和吕布多次交战，谁也战胜不了谁的时候，恰逢天下大旱，蝗虫四起，导致双方军粮耗尽，不得已只能各自退兵。曹操率军退到了东阿，吕布则放弃濮阳，将大军驻扎在昌邑，让薛兰和李丰驻守巨野。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智用空城计及刘备继任徐州牧。曹操退兵东阿后，袁绍便派人前来拜访，想说服曹操将他的家眷都送往邺城，名义上是保护他们，实际上却是想借此来操控曹操。曹操此时正遭遇着他有生以来最为黑暗的时刻，兖州丢失，军粮不济，因此在天灾人祸之下，他不得不低头，只能被迫答应袁绍。程昱得知后，立即前来劝阻曹操。他说：“将军有龙虎之威，怎能做韩信和彭越之流呢？虽然兖州被占，但我们尚有3城，能战之士也不下万人。以将军的神威，再加上我和荀彧的智谋，一定能成就霸业。希望将军三思。”曹操听完后瞬间醒悟，他接受了程昱的建议，拒绝了袁绍。195年5月，曹操率军出发，去进攻巨野的薛兰和李丰。吕布得知后率军支援，但还没等他赶到，曹操就大败了薛兰和李丰。随后又趁势拿下了盛世，准备夺取纪阴郡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从徐州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：徐州牧陶谦竟然病逝了。在他临终之际，嘱咐徐州别驾糜竺说：“非刘备不能使徐州安定。”于是陶谦的丧事办完后，糜竺便带领着徐州的官员来到小沛，准备迎接刘备为徐州牧。可刘备自知实力太弱，不敢接任。这时典农校尉陈登也来劝说刘备，他说：“徐州不仅富裕，且户口高达100万，希望委屈你把徐州管理起来吧。”
刘备推辞说，袁术就在寿春，他的家族是43公，而且海内归心，你们应该把徐州托付给他。陈登说，袁术此人骄纵奢侈，并不是治理乱世的明主。现在我们愿意为你提供步骑兵10万，上可以匡君济民，建立5霸之业，下可分疆保境，名垂青史。如果你不愿意听从我，那我陈登以后也就不敢再听从你了。随后北海相孔融也出面劝说刘备，刘备这才答应下来，勉为其难地当上了徐州牧。随后陈登给袁绍写信，说明了推举刘备的原因，袁绍便同意让刘备领徐州牧。至此，刘备正式成为了能影响汉末时局的一方诸侯。徐州之前的治所在郯城，但已经被曹操打得残破不堪，于是刘备便将徐州的治所移到了下邳国的下邳城。曹操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，他打算先放过吕布，立即率军去攻打刘备。然而荀彧认为兖州乃天下要地，虽然已经残破，但依旧能够自保，现在已经击败了薛兰和李丰，如果再分兵东进陈宫，就能一举击败吕布。可要是舍弃兖州而东进徐州，刘兵过多，前线不够用；刘兵过少，又不足以守城。万一刘备坚壁清野，防守不出，短时间内无法攻下，则我军必定自我灭亡啊！曹操听后渐渐消了怒气，接受了荀彧的建议。195年，吕布从东民出发，与陈宫率领的1万余人会合后，前来进攻曹操。此时，曹操军中的士兵已经派出去收麦子了，营中的人马不足1000人，而且城防也并不坚固，根本抵挡不住吕布的数万大军。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曹操走出军营，四下张望，然后他便开始部署。他让城中的妇女们立即上城，然后让城里仅有的几百名士兵站在营垒边，摆出无所畏惧的样子，其实只是一座空城。吕布到达后，见曹营里一片寂静，只有妇女在守城。曹营的西边有一条大堤，大堤的南边是一片茂密深广的树林。吕布观看了许久后，怀疑曹操已经将大军埋伏在了大堤后面的树林中，于是不敢贸然进攻。他对部下说，曹操向来诡诈，千万不能上他的当。说完便引军后撤，在10余里处扎营。过了几天，吕布再次率军前来，可此时曹操的士兵已经陆续地回到了城里。曹操将一半的士兵埋伏在大堤之后的树林中，另一半则暴露在堤外。等到吕布的军队逼近时，曹操立即派出轻装骑兵出战，两军开始厮杀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伏兵四起，步兵和骑兵全都从大堤的后面杀了出来。吕布大军猝不及防，阵营大乱，开始四散奔逃。吕布见大势已去，只能率众突围。最终，吕布和陈宫率领着残部逃往徐州，去投靠了刘备。张邈则率军前往寿春，准备去投靠袁术，然而在半路上被部下给杀害了。张邈的弟弟张超则带领着所有的家眷前往雍丘，驻扎在那里。8月，曹操率军围攻雍丘。12月，雍丘城破，张超自杀，其家眷也全部被处死。随后，曹操快速地收复了兖州各郡县，兖州再次回到了曹操的手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